翻译软件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好像手里的拐杖。如果你用拐杖时间长了，当你抛开拐杖，可能连路都不会走了，会立刻摔倒。那么使用翻译软件时间长了，你也会发现类似的效果。没有了翻译，怎么学词汇呢？没有了翻译，连句子都看不懂了。如果我只能给你提3个学习中文的建议，其实也是学习任何外语的建议，我会说：第一，不要过度依赖翻译软件，偶尔用一用就可以了，但是千万不要依赖翻译的方法学习外语。第2个建议，一定要张嘴说，发出声音来练习。也许你在脑子里已经练习了很多遍，总觉得这句话很容易就说出来了。可是由于你没有发声练习，没有张嘴练习，那么你的口部肌肉记忆没有形成。当你说话的时候，脑子做得到，可是嘴巴却做不到。第3个建议，那就是一定要提升语言应用的灵活度。为什么母语人士也会忘词，可是他们却很少在说话的过程中完全卡住了呢？一个很关键的差异是，母语人士就算忘了某个词，他们会用其他的方法表达同样的意思。可是外语学习者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已经习惯了要背词汇、背句型，总认为一句话只有一种表达的方式。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限制了你在表达时候的灵活性。那么怎么提升语言应用的灵活性呢？我们首先要从学习的方法来改变。如果你想提升中文应用的灵活性，那么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用中文来学习中文。假设我想讲述一个我自己的经历，我曾经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大家都笑我，我觉得特别什么？很多语言学习者，尤其是中级、初级级别的语言学习者，卡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们会立刻去找翻译软件，把这个词翻译成中文。怎么用中文说 I'm embarrassed？ 哦，尴尬。我觉得很尴尬。翻译完之后呢，好像这个语言学习就结束了，但其实呢，远远没有。这种学习方法也许能满足初级到中级级别，但是如果你想达到更高的级别，你想像母语人士一样灵活地应用中文，那这个方法是远远无法帮助你实现目标的。我们再来看看，如果你用中文学习中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？也许你可以在网上查找我做错了某件事情，朋友们都笑我经历。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网上讲自己做错事情被别人笑的经历。那通过阅读这些文章呢，你会发现这样的表达，比如我当时觉得特别没面子，我当时觉得特别没脸，我当时觉得特别尴尬。也许一开始你会发现这种方法特别浪费时间，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来阅读或者观看大量的材料。但是中文对于你来说不再是一门外语，而就好像是你的母语一样，你是在一个母语者的身份走进中文，实地考察中文，观察中文。这时你和中文这个语言建立起来的关系，和那些依赖翻译词典或者是 AI 软件翻译，这些学习者是完全不同的，他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学习者。如果用翻译软件学习外语，也许确实可以累积很多词汇，那这些词汇呢，仅仅只是我知道、我听说过的词汇，但是和应用并没有什么太直接的联系。可如果你开始用中文学习中文呢，你会发现这些词好像都是你的，因为呢，你通过了实地考察，你知道这些词是在什么样的情景当中应用的，你会更加的了解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身份，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会应用这个词汇。也许你没有办法总结出很多规则，可是你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是非常的准确，而且非常敏感的。